大家好，我是山，欢迎收看山姆音响的频道。今天我们来聊聊我的音响的发展史 A40跟我的前集，我们开始吧。因为有很多朋友在问我那个有关于我的前集跟后集的一些事情，然后想说你们什么时候开始在做这个东西的？那讲到这个 A40开始就不得不讲，就是我在很早期的时候，因为会去做 A40的原因，是因为我对尼尔森帕斯这个人非常有兴趣。那这个人算是我的音响的启蒙的老师之一。他早期发表了很多有关于那个音响线路的一些东西，那我对他的东西还蛮有兴趣的。然后后来，因为在很偶然的环境里面，就我一个朋友一直在跟我鼓吹啦，一个拍朋友啦，他一直在跟我鼓吹说，你做音响做这么久了，为什么都不做一台代表机这样？那我心里想说，什么毛病啊？台湾做音响可能会饿死吧。然后后来他就说，说他很想买我的产品，买那个 A40的产品。但是我就跟他说 ，A40没办法，A40那个时候只有右声有套件，所以你要买 A40，唯一的方法就是自己找机箱。当然，在这个我正式在做 A40之前呢，我大概陆陆续续帮很多朋友开始做 A40的机箱，那个时候的机箱其实都是去新城街去裁铝板，裁那个叫什么那个散热片，然后裁回来之后呢，就自己组装这样。那这个部分我在前几期的音响的我自己的频道里面我有提到。那个前期的部分呢，我大概就开始陆陆续续再开始帮别人装 A40，但是装机箱，我一个朋友就跟我讲说，你有没有兴趣自己做自己的品牌这样？我就想说，哇，这个要花好多时间哦，等于要全部从零开始。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在想说，哇，最麻烦的一件，如果要做 A40，最麻烦的一件事情就是机箱，因为那个时候机箱其实台湾要找现成的机箱几乎没有。因为要做这么大一个的机箱那个有库存的压力，而且你要找厂商做的话，通常都要就是一个固定的数量，那个最低的那个minimal order 的数量，你才有办法跟人家讲说要做什么东西。那时候后来我一个朋友就跟我介绍了一个新城街的一个师傅帮我做机箱。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在想说，如果真的要做 A40的机箱的话，就要开始考虑这些东西，比如说散热片机箱电路板这些东西等于全部变压器，这些东西全部都要重做。那想一想，其实也蛮麻烦的。然后我那个拍朋友就一直在那边鼓吹说，反正你做出来我就跟你买啦。然后我心里想说，你才买我一套，然后我要做一堆。然后我可能做到10，我都还卖不完这样。后来我就想说，到底要不要做？后来心一横了，我就开始做了，我就确定开始做。那开始做这件事情呢，就第一件事情就去找机箱。那机箱的散热片，机箱就不用讲了，因为机箱是完全找不到，所以就开始想要自己做机箱。所以我就做了第一批的 A40的机箱。那个时候因为很偶然的环境里面我在那个一个 NBL 的一个音响的网站上面有看到 NBL 的机箱是用6061的铝料去做，然后我就心里想说，因为铝料我们也不熟嘛，因为那时候刚开始其实也不懂什么叫6061，然后那个时候就问那个加工厂的朋友，我就问他说，有没有东西叫6061的铝料？他说有啊，他说那还蛮普遍的。他说他那时候跟我说，那个很多做脚踏车的都用这个铝料，但是他说这个铝料有很多不同的 item， 然后有不同的用途的 item。
然后有不一样的一些东西这样。后来我就问他说：“哎，这种音响语料的加工啊，我只知道就是很多名厂用6061，那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型号是很多厂商在用的这样？”他说：“因为他们是做限量的产品，而且是做那种sample的产品，所以他们那个师傅那边其实他们碰过很多这种客户啊。他说，如果你要好一点的话，那就要买 T6的产品，就是热处理加工的产品。他说，如果你要普通一点的话呢，就买0号，那就是最简单的6061，一般的6061这样。后来那个时候我就问他说，那如果6061 T6的铝料要做起来，这样子一个机箱大概要多少钱？然后他跟我讲了一个价钱之后，我就决定要做了。因为坦白说，那个时候一个机箱，光机箱的价钱，在我那个年代做，大概快25年前的时候，我就开始做的第一批的机箱。那个时候一个机箱光做好大概2万块左右，但是还不含加工哦，包括什么拉法丝啊、电镀啊、刻字啊、印刷啊这些东西都不算，就是光一个机箱做起来大概要2万块。然后那个时候我就问他，他就又多问我了一句话，他就说你要台版还是要美版的？然后我心里想，干嘛还有台版跟美版？啊，那个时候台版跟美版的价钱没有差很多，所以我就选了美版的。但是他跟我讲说，美版的呢要随货进口，就是等于搭人家顺风车的那个船进台湾，所以我就等了一阵子。所以我等了第一批的铝料的机箱，等了大概1-2个月吧，没有很久。反正就等了一阵子，我就等了一段时间那个机箱的铝料，那请他来帮我加工。那他加工做好大概已经是半年8个月以后的事情。然后那个时候，在这个中间呢，我就开始考虑一件事情，就是我要怎么组装。因为我对我以前帮很多朋友装那个 A40最大的一个困扰就是，那个右身的那个电路板不合逻辑啊，就是在装机的时候不太好装。然后后来我就在想说，我要自己做电路板，所以我又开始找朋友了。这个时候有朋友真好用。然后我一个以前做开发的一个好朋友，他有认识一个下游的厂商，他专门在做那种电路板的，而且他是做凹类的电路板，就是做那个电路板的那个制作过程制成的。然后我就问他说：“有没有办法做 sample， 就做少量的电路板？”他说：“我就跟他说，坦白跟你讲，我没有办法做这么多。”然后那个时候就是他就跟我讲，他说：“哎呀，自己人没关系啦。”他说：“你要做多少的数量，10片、20片、30片、50片，他都没问题。”他说：“那个就是他们打 sample 的一个量而已，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然后后来他就说：“反正你要做什么，他都有办法做。”这个时候我就开始先把 A40的板子先给他，然后我就 A40的板子那个线路图给他之后，我就说：“你先帮我勒 A40的板子。”那我跟他讲说我要怎么勒，我的那个零件要放在什么地方，我把一个大致的一个图我先画给他，这样他大概约1个礼拜就画出来，然后画出来之后呢，就开始做，然后他大概1个礼拜就把板子画出来。这个是他当初设计的初版，就开始要做 A40的板子。好，这个是前级的，好，这个是后级，这个2片小片的是后级的，然后零件的定位也在这里。你看这个时候有多久以前他设计这样子的东西，做塞露片。然后这个就是后级的板子，好，你现在看到这个就是后级的板子，这2片就是后级的板子，这个大片是前级的板子。
那在这个的同时，我就开始做了前级跟后级的板子，就是同时间我开始做。那前级的板子的线路图是我自己画的，我个人非常偏好一些，反正就一些电路结构来讲太复杂，其实大家也都听不懂。反正就是一个很特，就是一些特定的电路结构，所以我就自己勒了一个电路，我自己在听的。那我就把这个电路听一听，我自己觉得还不错啦。然后我就请他帮我勒成电路板的形式，我打算要来做前级。所以在那个时候，前级跟后级的电路板就基本上是有着落了。然后在这个的同时呢，我就开始在想 A40的电路板这个材料的部分。那电路板材料呢，在当年哈，然后这个电路板材料我原本是设定是就是一般的电路板的材料，后来我那个朋友呢，就是那个电路板的那个厂商的那个朋友就跟我讲，他说小豪，他现在有一批美国版的电路板的料，刚好要进口。他说你有没有兴趣搭顺风车？我说好啊，那我就当然搭顺风车啊，但它价格比较贵哦。我说贵多少？然后相形比较之下，我觉得那个时候没有差很多啦，所以我就跟他定了。当时我也没有问很多，结果来了之后发现哇，好厚啊！结果他来了之后就看到哇，我就想说，哇，这怎么比我以前用的电路板看的电路板厚这么多，而且超重？所以我那个时候就问他说：“这东西怎么这么重？”他说：“这是美版的电路板，而且那个铜箔特别厚，厚到你手去摸哦，它就一格一格的，你就感觉它是凸起来的，非常的厚。而且他说连电镀就是镀上面的镀金也加厚了。你看啊，我这个板子，我的前级卖的还不错啦，已经卖了大概剩下最后这5片。”你看啊，我已经这么久了，这片板子至少25年了。你看我25年才卖了大概几十台，来那个电路那个前级跟后级。你看啊，这么多年那个电路板还是这样子金光闪闪，那电路板还是这样子金光闪闪，好，它还是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哇，这个产品还不错啊。就是我当初的设想没有想到要花这么多钱，然后那个时候账单他就一起开给我嘛，连这个前级后级的电路板账单。后来我就发现没有差很多了，那个时候没有差很多。那不瞒你说哈，我大概在前年我就重新再问了一块这个板子制造的过程，他就跟我讲说，小豪，我跟你讲啊，现在的这个价钱哈，跟以前定的那个价钱是完全两码子事。然后他现在跟我讲这个现在的这个，然后后来我大概在去年吧，我又开始想要再做这个电路板，因为我只剩下这几片。后来我想一想，他开给我的价钱，我真的是吓歪了。他说现在的价钱跟以前价钱不一样，现在的价钱哈，开口那个价钱我真的是有一点吓一跳。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考虑看看，要不买嘛，就不要用那么高级的板子，就是用低阶一点的板子，不要什么东西都求到最好。因为坦白说，我这几年的观念有一点变，因为用的那么好坦白说没有几个人知道，也没人看得懂。人家现在的音响就只希望做便宜货了，所以我那个时候就一直在想，我到底要不要花这么多钱去搞这个？然后我有一些朋友就开始讲这个东西的这个金额、这个价钱。然后后来这个就是题外话了，不管我现在要不要做，那都是倒是以后的事情。然后电路板出来了，出来之后呢，当然上面的零件就比较没有什么问题。那个零件不外乎就是堂主买跟佑生买，就这两个选项。那
A40里面有2样东西最麻烦，一个就是电容器，第二个就是变压器。这2个东西其实我在初期制造的过程里面，也是遇到最大的困扰，就是这2样东西。那机箱解决了，然后那个电路板也解决了，上面的零件也大概99%都没有问题，所以问题也都不大。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变压器跟那个滤波电容。那变压器的部分在当年还好解决，因为我有一个好朋友做变压器做了非常久了，所以他对变压器其实蛮熟悉的，所以他后来交给我的变压器，我大概问题都不大，都比较没有问题。但是这几年这位老兄他退休了，我现在在开始考虑新的系统的变压器，那我还在寻找当中，我还在测试当中。那在这个中间里面有一样东西就是 Riva 电容。Riva 电容在前几年就是易主啦，就是卖给 Kemet 的公司。那我在之前也是用 Riva 电容，也是那个原厂的电容，也是请台湾朋友帮我订的。那因为我认识一个电容器的 Riva 电容的那个台湾的代理商。然后他就帮我跟国外叫那个 Riva 的电容。那因为我为什么会对 Riva 电容一直很偏好的原因，是因为我在当初初期玩音响的时候，我听过几次龟凤的扩大机，龟凤的那个声音让我在听音响的这几年，就是早期的那几年里面，印象非常非常深刻。然后后来我就侧面得知，就是微凤的那个系列的后级都是用 Riva 电容，所以我就对 Riva 电容很好奇。然后后来我就请朋友帮我进 Riva 电容，然后 Riva 电容进完了以后，就是大致A40的几个主要的结构的元件就大致底定了，一个机箱，一个电路板，一个电容器，一个变压器。这4个大方向如果抓定了 ，A40以后的那个制造的那个过程就会非常流畅，所以问题也就不太会发生什么大问题。机箱的部分呢，大概过了8个月吧，7、8个月，然后第一批的成品就出来了。第一批成品出来之后呢，我就开始找人做外观的部分，包括加工啊。那个拉法丝跟那个电镀的部分，就是阳极处理的部分呢，我就开始请人开始帮我做。所以这样子行不让中间不谈呐，就是中间当然有一些过程啊，就七七八八一堆，中间不谈。正式 A40上线是1年半以后的事情，所以我 A40开始做组装，然后开始规划怎么去做这个东西，然后中间又请人做变压器，然后请朋友进 Riva 的电容。这些总括的这些东西，全部行不让这样子，全部加起来，大概搞了1年半。第一批 A40出来了，跟前级出来了。那第一批的 A40的那个机箱如果有跟我买前后级的人的朋友，应该就知道，我的第一代的 A40是有那个风扇。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我的那个鳍状散热片，就是外面的那个鳍状散热片的部分，我设计的稍微 margin 了一点，所以我没有考虑到那个宽裕度，因为有的人可能会放在那个柜子里面。我那个时候是把它想象成是自然散热这样，所以后来我就加了风扇。加了风扇之后呢，因为另外一方面就是也怕功率镜体烧掉，因为 Nielsen Pulse 的这个线路真的非常鬼怪。它如果你的电流设定，反正就是你的一些电器特性如果没有搞对的话，可能就会冒烟冒得很严重。然后呢，它大概后来就是第一批的 A40，我们大概用了大概6、7个月吧。
然后就开始有几个原本跟我买 A40的朋友就跟我提到，就是说，那个风扇可不可以拆掉？他一直觉得那个风扇听起来很碍耳啊，那他一直觉得说，就是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听音响就会听到那个呼的那个声音啊。他就说可不可以把它拆掉？坦白说我就有一点担心，就是我当初设定的太margin会不会冒烟这样。后来我就先用我的扩大机先去试，我就把风扇的部分把它拆掉。拆掉之后呢，我就开始就这样测，然后我就跟对方两个朋友讲，我说你等我大概，我说你忍耐半年，我先确定一下，如果我把风扇拆掉的时候会不会有什么异状这样。后来我就把风扇拆掉，我就在自己的机器里面上面做测试。我测了大概半年的时候，我就确定没有问题，就是风扇拆掉也没有状况，然后温升也没有差很多，所以我后来第二批、第三批的 A40，我就开始做没有风扇的版本。但是没有风扇版本又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那个鳍状散热片要加大。后来我就跟厂商商量，就是鳍状的部分要大1倍，后来才去找比较大的散热片这样。那基本上我觉得 A40我做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我很满意啦。那我很多朋友也用得很满意，然后有些客户用的也很满意。不过在这个里面当中，这几年下来，我就发现价格的部分也就越来越贵，这样制造成本也就越来越高。好了，这一期的 A40我们就夯不啷走的讲到这边，我们打算有时间的时候再来聊一聊前集的部分。那我们这期的这个说音响我们就讲到这边。如果你对音响拖拉机有任何的问题，欢迎你的留言，我们更感谢你的订阅。我们下期见，再见，拜拜。